又见面了，大家好，我是 Ryan。如果讲到一辆定价合理、空间又大，又有一堆进阶式安全配置的 Compact SUV， 荧幕前的你会想到哪一辆车呢？如果想不到的话，就不妨来看看今天我试驾的这辆 V 版本的 Toyota Corolla Cross。OK， 今天陪我试驾这辆 Toyota Cross 的 SA 呢，就是来自 Hua Auto Gallery 的小姐姐，来自我介绍一下。Hello， 大家好，我的名字叫小恩哦，我是来自 Toyota Desa Debra Hua 的，很荣幸我可以上 Ryan 的这个 YouTube channel 频道。所以我们今天来试驾一下这一辆在马来西亚非常好卖的一辆Compact SUV， 就是 Toyota Corolla Cross。然后今天这辆是 V 版本，对吧？对 ，V 版。So， 问你一下啦，这辆车你觉得它的定位到底是什么？这辆车它因为之前我们 Toyota 是有一辆叫 CHR 的一辆 model， 是 OK， 然后这辆 CHR 呢，它的价位在150千左右，然后现在我们这一款 SUV 它的价位在129千左右啦，就是少过130千。然后以它的外形来讲呢，之前那款 CHR 它会比较 sporty 啦，比较 fashion 一点，所以有一些可能比较年长的朋友啦，年长的顾客他们会觉得，哎呦，这辆车太 sporty 了，他们不能接受。然后以我们这辆 Corolla Cross，OK， 它的外形来讲是比较大众化的咯，比较保守型的，OK， 所以这辆车的话是更加的适合，可能一些家庭，OK， 有小朋友的或者两夫妻要出去旅行啊，走走啊，或者是很多，其实现在很多那种 online 的一些，他们那些商家，他们需要一些比较大容量的车子，然后他们后尾箱他们要载一些货物，这辆车也是很适合，因为它后面的 boot 是很大的咯，以 SUV 的 size 来比啦，因为它是属于 B Plus 的 segment，所以它的那个 size， 它的 boot 都会来的比较大，再加上它的高度，因为它是属于 SUV 嘛，变成有些他家里有长辈啊，还是比较年老的父母亲啊，他们上下车其实都不会让他的膝盖有负担啊，都很容易上下车这样子咯。OK， 这样听起来讲，这辆车其实 actually 它已经把之前CHR 做的不好的地方都已经通通改进了，是吗？是的。所以我觉得啦，其实这辆车就是如你刚才所说的，它其实很多的功能性，就是主打还是从 CHR 的运动化风格回到了家庭的使用，是没有错。对，所以这辆车来讲，我觉得它其实它的价格真的是好惊人哦，129千，是129千左右。然后 V Spec 好像是跟它相差6000块是吧？对。但是 G Spec G 版这里，G 版跟它相差6000块是吧？所以 G 版跟 V 版之间有什么不一样呢？OK， 如果是 for G 版的话，首先它的 rim 会是17寸的，对 ，and then V 版的话是18寸，是 OK。for Toyota， 因为我们进来了，最近我们会有一个最新的一个 safety feature，它叫 TSS， 是，它是以雷达系统来组成而成的。这个雷达它的 function 是什么？就是讲Lane departure，Lane departure 就可能我们跑 highway 的时候，我们 setting 了这个 Lane departure， 我们开了这个function 过后，如果我们不小心在路上，可能打瞌睡啊，或者在按电话啊，然后车偏离我们的轨道，OK， 它会先 alert 你，就是它会哔哔哔，然后如果你再没有动作，这辆车它会很轻轻的跟你移回你的正轨。这个是 lane departure 咯，然后它是以雷达的一个系统来跟你 detect 这个白线。OK， 然后第二我们还有一个叫 cruise control，dynamic cruise control 就是讲跟车系统啊，我们叫定速啦，跟车定速系统。OK， 就是讲我们跑 highway， 我们可以跟住我们 setting 的车速，比如讲我 set 一个120，它就120咯，它就以120的车速一直在走。如果 dynamic control 就讲，如果前面突然有一辆罗里刺来前面，OK， 它在我们的前面，罗里它跑80，我们的车 detect 到这辆罗里，它就会跟着80的这个 speed。当那个罗里再次去隔壁位，我们的雷达系统就会sensor到前面已经是没有车了，它会跟着我们之前 set 的 speed 120。这个是V 版有的一个function啊。是。
我想问一下啦，如果像现在啊，下雨天，这个 DRCC 的雷达会工作吗？它还是会工作的，它还是会工作的。我很想试一下的，因为我最近有遇到一些朋友问我这个问题。这样子下雨天的话，他们的雷达系统会准吗？我讲我不懂，我没有试过下雨天，因为我每次试车的时候哦，就很奇迹的哦，就是试这种有 DRCC 的车哦，它就很奇迹的是太阳天。但是这辆车好像是例外，因为最近也是雨季嘛哈，所以终于有一个机会可以让我试一下。所以你的意思不是讲我带赛，然后带你带帅的？哦，不是不是，这肯定不是，因为这个是季节的问题。是啦，对啦，最近真的是下雨啊。所以我觉得啦，其实这辆车哦，它其实就如你所说的，有这样多的功能，又有车道偏离啊、车道维持辅助啊，刚刚你说的 DRCC 啊，然后还有 Auto High Beam 啊，对再来还有一个很重要的 Pre Crash。是的。我觉得真的130千里面可以买到，真的是好值得哦。因为加上它又是一辆这么大空间的一辆车，是。不管你是2个人去拍拖啊，还是你要载家里人啊，就如你所说的，它就是一辆很方便的车。加上它拉货，它的后尾箱空间 ，actually 也比它现在的某个同级对手啦，某个啦，我们不讲哪一个啦，某个同级对手来的大啦。这辆车其实它的特点就是这样子啦。再来啊，问你一下啦，这辆车它有一个红蓝白灰黑啦，你会比较喜欢哪个颜色？我本身是喜欢白色啦，可是我又是很懒惰洗车的人。OK， 其实马来西亚很多人都很讨厌洗车，我们会讲一洗了车哦，就是遇到下雨天。是啦。然后过后我们就问，谁洗车啊？又下雨啊。OK， 其实白色以这样子搭配来讲哦，它的整体的造型哦，就是它白色搭配它的那些防刮材质，其实我个人觉得其实是很好看的。是。它的整个很显它的那个层次感。对。来，现在我们来试一下它的 DRCC 在下雨天会有些什么，它的准确度如何？来，我把它 set 到70。OK， 现在可以看到前面是没有车的。看，我要试的时候它又没有问题了。又挺远哦。讨厌。原来是你带赛，不是我。没有，上天跟我讲，我要保你安全。好事。不过我发现哦，当它的前面车，它 detect 到的车，它离开的时候，它的加速感是蛮快的。好像我现在在70的时候，它不会好像有给你迟钝的感觉。就是讲，如果前面的车离开过后，它不会有那种迟钝的感觉，它是会很快的给你做加速。再来就是它的车道维持哦，帮你拉回来的感觉，其实也不会给你太过的吓到啊。对，它其实是很温柔的呢。是的。而且它很敏感诶，它知道我放手。是，还会 detect 得到。所以不要以为有了这种自动驾驶，你就可以为所欲为，吃burger啊，按电话啊，不好意思啊，不行啊，它还是会 detect 到你。因为Toyota的车它都是以安全为主啦。对。它是比较贴心的。有些人觉得，哎呦，我有这样子的功能了，我就可以很解放自己的双手或者双脚，然后可以做别的东西。对，其实不可以，在路上还是安全驾驶比较好。是，你的手还是要牢牢抓住这个 steering， 会比较好啦。我们刚才讲这样多优点啊，其实这样子加起来，我觉得啦，它也是有一些小缺点，我可以讲吗？可以，我们都很可以接受的。好，可以。这辆车呢，它的缺点就是，虽然讲它有这样多的进阶式的电子辅助配置，可是它却少了一个东西，叫做 Auto Brake Hold 的功能。不过Hybrid有吗？不懂。还不清楚。对，这个是到时候等这个Hybrid到来的时候，我们来看一下有没有啦。再就是讲这辆车，它的引擎是一个 1.8 NA 加上一个可模拟7速的 CVT 压箱啦，动力表现可能就属于那种中规中矩，毕竟它也只有139 horsepower 加上172 Nm 的那个扭力，所以它在动力上面的表现可能就是没有办法去满足一些可能我要加快车的人，它就是一辆很中规中矩，让你很舒服、很舒适、很容易驾驶的一辆
compact SUV。再来，它的内饰虽然讲它跟 Corolla Altis 很相像，可是呢，我觉得 Corolla Altis 的 meter 可能比较好看因为 Corolla Altis 的 meter 中间是一个7寸的 TFT meter， 这个就一个小小的4.2寸这点的话，好像 Hybrid 好像也是会用上7寸的 TFT meter。我看台湾的那个Hybrid 车 review 已经好像是看到这样子所以我是蛮期待那种 Hybrid 车到那个 Hybrid 的 Corolla Cross 的到来啦。基本上这辆车还有一个缺点就是，这辆车的操控性如果对比起 CHR 来讲的话呢，可能稍微输了一点虽然讲两者之间都是从 TNGA 平台出来的，只是讲嘞，因为这辆车它的后轮的避震是采用了 Torsion Beam， 然后 CHR 是 Multi Link， 所以在操控性上面来讲的话，可能就稍微就没有这样，就比起 CHR 来讲的话，可能就没有这样好啦。但是来讲，我个人觉得其实它的操控感还是算是蛮不错的。它的 body roll 其实也蛮少的，在刚刚好像过一个弯道的时候，其实我觉得它的 body roll OK 没有什么问题很舒服然后它的 NVH， 我觉得这辆车 NVH 真的很不错，因为我踩油的时候，我基本上听不到那个 CVT 的一些声音你懂 CVT？ 其实在踩油的时候会有一个rubber effect 的声音好像这样的声音，有些车会有这样的声音但是这辆车的 NVH 真的做得很好，除了刚刚好像有一辆车啵这样你可能听到之外，其实它旁边周围有车经过的时候它的隔音表现我觉得很好加上这辆车的视野很宽广它驾驶视野我觉得这辆车真的是符合了现在很多人只是基本上要一辆 SUV 需求，然后可能女孩子驾车还是你爸爸妈妈要驾这辆车很简单驾驶的一辆车。然后再来就是它真的是一辆我觉得蛮不错的车你有没有打新的那个 Link 响所以今天也非常谢谢 Evelyn 来陪我试驾这辆 Corolla Cross 啦，所以我希望下次Hybrid车也会遇到你啦。好OK， 所以有兴趣买任何多大车的观众朋友，你们可以联络 Evelyn 她的联系方式我都会放在下面的资讯栏。再来就是如果有兴趣要看车的话呢，你们也可以来到 Hua Auto Gallery 的 Brow 这边来找她咯。好，今天我们的影片就到这里啦。觉得我视频不错的话呢，就麻烦你帮我按赞、分享一下当然啦，也别忘了订阅频道，还有开启小铃铛啦。我们下个星期的视频再见啦，拜拜。